Hello， 大家好，我是大锤。提起臭豆腐呢，你们一定不陌生了，这是一种非常流行的小吃。但是，一般你们脑海中的这种臭豆腐，应该是源自湖南、湖北一带的这种油炸臭豆腐。这种臭豆腐呢，一般是茶黄色或者是灰黑色的这种方块的豆腐，把它炸熟之后呢，再浇上香辣的这种料汁，就可以直接吃了。但是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其实北京呢也有一种非常传统的本地的这种臭豆腐啊，就是这个叫做王致和臭豆腐。你们看到这个品牌哈，王致和，很多朋友并不陌生，但是会觉得有点奇怪，这个王致和这个品牌不是出腐乳的吗？怎么生产臭豆腐呢？其实呢，王致和的这个品牌呢，它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最早是源自清朝的，大概在康熙年间。这个王致和的这个老字号的出名呢，还真的不是因为腐乳，而是最初呢就是因为这个王致和臭豆腐。那么这个王致和臭豆腐是怎么诞生的呢？其实是非常巧合的，大概有好几个版本，但是呢主线呢基本是相似的。也就是说，这个王致和呢，当年呢他是一个做豆腐卖豆腐的这样一个小的一个商贩。然后有一次呢，由于一些原因，他的一些豆腐呢保存起来之后，他就给忘了。过了很长时间以后，他才想起来。等他再看这个豆腐的时候呢，已经高度腐败了，就是变得是又绿又长了毛，气味呢非常臭。但是他作为一个小商贩呢，就是觉得这个豆腐，哎呀，要是把它扔掉了，就怪浪费可惜的。于是呢，就鼓起勇气尝了一点这个豆腐，这个味道好像还真的不错哎，有一种特殊的这种香气。Nice。经过了一些改良之后，就成了王致和的这个臭豆腐。当时这个京城的这个大街小巷上非常流行的一种这个美食。后来呢，等到了清朝末年的时候，这个臭豆腐呢还进入到了清朝的就故宫的宫廷里面去进了御膳房。当时呢，这个慈禧太后老佛爷就非常喜欢吃这个臭豆腐，但是呢，他觉得臭豆腐这个名字呢有点不太雅。于是呢，他还赐了一个御名，叫做清芳为什么叫清芳呢？那我下面呢可能就要把这个臭豆腐打开，让大家一睹这个臭豆腐的真容了。非常浓烈的臭气就上来了这个特写应该能够看到里面的样子是这个青灰色的一些汁水，然后里面会有一些这个豆腐块在里面。那我们把它拿出来2块，这种味道确实很难形容的一种臭味。1块2块，好，我们先拿出来2块。哇，赶快把它盖上。我这个经常吃臭豆腐的人，对这个一开盖的这个气味感觉也是有点猛烈。那你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臭豆腐的形状就是这样青灰色的这种小方块，很像以前我们这个城墙的那种城墙的砖用的砖臭豆腐的营养其实是非常丰富的，因为它通过这个酶呢对蛋白质进行了发酵分解之后呢，就会形成大量的氨基酸，而且呢臭豆腐当中呢是富含一些这个 B 族的维生素所以对身体呢还是有很多的益处。那当然看到这个形状和颜色以后呢，就会发现老北京的这种王致和臭豆腐和大家脑海当中普遍认知的油炸臭豆腐的这种形状和颜色差异还是很大的。那慈禧老佛爷呢给它赐名叫清芳我觉得还是蛮信达雅的。那么老北京的王致和臭豆腐这么臭，它到底应该怎么吃呢？其实网上也有很多体验这种臭豆腐的视频，但是绝大多数呢都是哗众取宠，他们为了吸引眼球，主要是夸大了这种臭豆腐变态的臭，让大家呢很难接受。其实臭豆腐是闻着臭，吃着香。下面呢我就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吃北京王致和臭豆腐的正确姿势。首先呢，确实好臭确实好臭。首先我们呢这个碗里刚才有2块臭豆腐了，那么量有点少，我再往里面再加出2块来，1块2块然后大家现在看到这个碗里呢现在有4块臭豆腐。你们发现这个豆腐表面其实它是有一层皮的，这个皮呢外面呢因为要对豆腐进行这个发酵，所以也放了很多的粗盐粒，那么它的口味其实现在是很咸的。那么为了减轻一些这个咸度的话，我现在要剥去一部分这个里面的豆腐的表皮，这样的话就会带走一些
咸味儿，因为现在我们都吃的比较健康了嘛。实际上在以前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这种食品非常珍贵，才不会浪费这个表皮的味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一直在感受着这个严重的臭味儿。倒掉2块多，那么我们要往里加一点东西，首先是一点点葱花。这个葱花最好是以葱白为主啊，因为葱白的话有比较辛辣的这种葱的味道，是可以中和一些臭豆腐的这个浓烈的臭味。然后我们还要往里再倒一点点香油，这个香油呢能够让臭豆腐的口感更滑腻，而且呢能够中和一些它的臭味，并且提它的香味。然后我们拿筷子把它搅拌一下。现在的这个味道已经不一样，一种奇特的香味泛出来了，从招人讨厌变成诱人的感觉，这就是一个蜕变的过程。好，现在这样子的话就基本可以吃了。我们先来尝一下。确实是这个味道，吃在嘴里面是很咸香，而且口感呢比较滑腻。这个和我们所吃的这种油炸臭豆腐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下面这个臭豆腐拌好了，实际上呢它还有一种更讲究的吃法。下面呢我就来给大家去解锁这个进阶型的臭豆腐的吃法。我们用馒头片裹上这个蛋液，然后放入炸锅，大概在2分钟左右，炸到馒头片两面的这个蛋液都已经金黄了，就差不多可以出来了。馒头片炸好之后，我们现在就可以吃了。现在，这个馒头片现在散发着浓浓的鸡蛋的香气。我们用一些这个拌好的臭豆腐，然后抹到这个馒头片上。由于馒头片的热量，所以对这个臭豆腐的味道是有加成的。是这个味儿。特别的香，一股咸香味儿，还有这种特别浓郁的口感，有点滑腻，就像在这个馒头上抹了一些奶油或者是果酱一样。看我的手上流了吗？大家注意啊，吃这种东西一定不要在人多的地方吃。真的太好吃了。到现在这个阶段的话，实际上这个臭豆腐一开盖以后的那种臭味啊，已经基本上没有了。经过一些调料和做法上的改良，这就变成了一种香气浓郁的奇葩食品，特别的好吃。剩下的1块半留给我们的摄影师。好了，本期的大锤吃货篇就给大家播到这里，下期再见。